这是哪儿啊？李潇，都下去！别，美女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圣旨到，出来。镇国公世子接旨。跪下谢罪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国公世子李潇不学无术，品格低劣，触怒圣颜，特令解除其陛下之婚约，革去世子身份。然朕念及镇国公劳苦功高，特饶李潇一命，贬为庶民。钦此。哇塞，我这是穿越了，开局就被超强。世子，哦不，李潇，快接旨吧。啊！谢陛下隆恩。抄家！不是，拿来吧你！李潇，陛下口谕，明日文庙科试，你必须考取功名，否则流放宁国塔。哼，我拿去。李潇啊，李潇，有时候只想一剑劈了你！你冷静啊！你这混蛋，在战场上差点被敌将生擒，还在圣宫大放厥词，现在居然敢写这种诗给陛下，你还真是文不成武不就。这偌大的镇国公府都要被你一个人败光了，若不是义父临终前托我丈夫于你，我现在就一剑砍了你。看来我真的穿越了，还穿越到蠢货世子身上了。哼！一双玉臂，千人枕，半点朱唇，万客茶，这是我写给陛下的诗。这原主是疯了吧？把这写给青楼妓女的诗写给女帝，没被诛九族真是命好啊！这什么天蒙开局啊！刚来就碰到这种事儿。哎呀，难怪陛下要我一个武将子弟考取功名，这存心要整我呀！你还不算太蠢，居然把陛下比作青楼女子，陛下没有一掌拍死，已经是看在镇国公的面子上。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你认命吧。啊，师姐，你得帮帮我啊！哎，我能帮你的，恐怕只有安全送你到宁国塔了。啊！哎！完了，这下陛下是要彻底整死我了。要不我搞点现代的小发明给他？可我是文科生呀，要不还是跑吧。哦，你去哪儿？谁？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玄幻事件，玄幻事件。李潇，你要去哪儿？她不会是女帝吧？长得倒是挺漂亮。放肆！谁允许你直视陛下的？这陛下，真是女帝啊，还是个高手。陛下，恕臣有枷锁在身，无法行大礼。你这是在怪朕？这女人什么脑回路啊！真不敢，不敢。朕看你敢得很，连那种诗词也敢写给朕，你想死吗？陛下饶命啊！那是臣一时糊涂，那首诗也不是臣写的，那是别人的。臣送给陛下的是另一首。哼，还敢狡辩！京城谁人不知你李潇文不成武不就，能做出什么好事呢？朕看你是想继续羞辱朕吧。小柔，给他一剑，阉了他。是。慢点！奶奶的，这个世界的女人一个比一个凶残，看来只能先赌一把了。你还有何话要说？陛下就不想听听臣的诗？好，看在镇国公的面子上，朕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
把你的诗念来听听。陛下，你听好了。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我能动了！浩然正气，绝品诗词，可上升公文榜，他不是不学无术吗？难道这些年他一直在藏拙？陛下，这首诗怎么样呀？尚可。没怀疑是我抄的，哎，这不正常。那陛下是不是可以放过人了？放过你？你想多了。您这文庙科试，你若拿不了第一，就准备去宁古塔吧。或许你可能不用去。不用去，还请陛下明示。因为你可能会死。那你？子曰：咫尺天涯。陛下别走啊，还没说清楚呢。考个科举还会死？又不是比武，难道他是骗我的？师姐，你不用盯着我，我又不会跑。是陛下让我盯着。那个暴力女，是陛下呀。师姐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我来这里是以防万一，怕没人给你收尸。收尸？不至于吧？你难道不知道每年科试都会死人吗？哦，为什么呀？既然是科试，自然会有文斗，浩然正气碰撞之下，死人很正常。女帝也说过浩然正气，这应该是类似于玄幻小说里的灵气。看来这个世界的文人也能修炼啊！我什么都没有，完了完了，那岂不是死定了？36计走为上。想跑，现在晚了。哎，师姐，别这样啊！我什么也不会，去了就是送死啊！那又如何？郑国公府不出孬种，宁可站着死，也不能当懦夫。否则我现在就一剑杀了你，这至少不会动了义父的威名。我靠，这女人真暴力，动不动就砍人啊！别，我不跑了还不行吗？子曰：春来草发芽，树上开红花。子曰：江水向东流，小船慢慢走。二人诗词都不错，但毛笔书生略胜一筹。这折扇书生怕是要跑。带走。这就是你说的文斗吗？那是自然。大夏以文为尊，文道越强，修为越高。若是有绝品文章诗词入世所造成的反击，可命一支万人军队。那岂不是靠一张嘴说词儿念诗就行？不学无术。什么叫靠一张嘴？那可是文道诗词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可要大杀四方了。不就是诗词吗？老子脑子里多得很。这把稳了。不就是诗词吗？老子脑子里多得很。这把稳了。没事吧？就你肚子里那点墨水，恐怕是最低级的儒生都能一掌秒杀你。你别瞧不起人啊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我略微出手，无人能敌。大言不惭！谁啊？谁站着？子曰：咫尺天涯。你们是？某清河崔氏，崔烨。某琅琊王氏王子敬。某兰陵萧氏萧瑞成。你是五姓七汪的人，他们今年果然又派人来了。看来这次的前三又被他们包揽了。哎，姓七汪的有点熟啊。清河崔、柏陵崔、琅琊王、太原王、荥阳正、范阳卢，还有兰陵萧，这7家占据大夏王朝半壁江山，历史上
有半数以上的高官以及大儒都出自这期间，并且每一代都有2任以上的宰相。哦，这不就是世家门阀吗？异世界也玩这出？李潇，陛下让你来参加文试，你却在这大放厥词，果然是不学无术。就等你接我等的浩然正气吧。哼，他毫无修为，拿什么接？我看今日他要死在这文斗擂台上。师姐，他们怎么对我敌意那么大呀？他们曾经都是陛下皇夫的有力竞争者，可陛下选择了你这个不学无术之徒，你说他们恨不恨呢？你被抄家，也是他们逼着陛下做的。这确实有仇啊！他们巴不得杀了你。以前你有陛下护着，但现在，待会儿碰上就算输，知道吗？陛下驾到！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平身。白青莲，开始吧。白青莲，开始吧。白青莲，白青莲，上届状元，如今已是大儒啊！白剑仙不仅才华出众，听说他的美貌也是天下一绝。若是此生能一睹剑仙面纱下的真容，那么来世让我当牛做马，我都愿意呀！装神弄鬼，我看是饥饿营销吧，说不定丑得要死。闭嘴！此乃镇眼法器，尔等随意取用即可。此女修为怕是硬长进。下面我宣布文试开始，要求以竹为题作诗。我等下来。子曰：咫尺天涯。竹生，竹字生土中，长成向天空，有节直直立，叶子绿葱葱。哎呦，好啊，好诗啊！这个看真好吃。我也来。观竹，远看青一片，近看干多根。风雨它不躲，因它没有门。这也是好诗。哎呦，妙啊！厉害，真是玄妙。问竹，我问竹高母，竹答尚可；再问冷不怕，笑言万一。厉害，我不会听过呀，厉害啊！上品诗，上品？这3岁小孩都不读的诗是上品诗？你这打油诗都不算吧？李笑，胆敢羞辱我等，你找死！子曰：敬而不敏。哎，你不讲文德。子曰：岁寒松柏。考场禁止私斗。白学士，大夏以文为尊，此人公然羞辱我等，若不责罚，让在座的考生如何看？是啊。陛下，李潇乃一介罪囚，竟敢如此狂妄，请陛下严惩。这个李潇太让朕失望。李潇，速速向人道歉，朕可从轻处罚。陛下都已经退婚了，怎么还偏袒李潇？陛下，我等不服。我等不服，除非让他跪下给我等道歉。跪你妹呀！诗写的烂还不让人说了？你什么你啊？就你这诗，我3岁都写的比你好，还少年英才，世家弟子就这水平，你找块豆腐撞死算了，丢人！你贬低我等，那你能做出一首更好的诗吗？当然能。李潇，我要跟你决斗！上来，决斗！李潇，你确实需要给个说法。好，今日我就让大家伙看看什么叫上品诗。是啊，差不多。哎呀，别丢人现眼了你！别给我当兄弟上我去！哎
是我，是我。这纨绔当真是无药可救？他竟然真敢，难道又能有一首昨晚那种诗词？李潇，今日你若不能做出一首让在场所有人满意的诗词，哪怕陛下责罚，我也定要将你拉入生死台决斗。好，那就听好了。主使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祸言中。绝品诗，果然他以前都在骗着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震耳东西南北风。哇，好诗！我身上怎么在发光啊？圣中三响，传世佳作，君子立身，诸圣赐福，浩然正气，一步入三品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写出如此传世佳作？这是6品大儒才有的文采。哼，不，哪怕是大儒，也不可能做出此等佳作。你们快看！哎呦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投影吗？这么大？是圣公文榜！圣公文榜！这首诗居然被圣公录入了文榜！也就是说，这首诗获得了诸圣的赞叹与认可。那可是圣公文榜啊！大儒佳作都难以录入，他还是纨绔吗？他文榜没听说过呀。这不可能！李潇，你一介纨绔，文不成武不就，写的诗怎配入文榜？虽然我不知道文榜是什么东西，你觉得我的诗不好？行，我再送你一首。停竹，陆敌千粉前，风摇青玉枝。一四君子，无地不相宜。哎，还不服？好，我就再送你们2首。咏春笋，无数春笋满林生。柴门密眼断行人，会须上帆看成竹。克制从琛不出营。哎呀，哇，好，真好啊！好。银窗主，不用才为鸣凤管，不须节作钓鱼竿。千花百草凋零后，流向纷纷雪里看。你们快看！又是3首绝品诗。李潇，够了，圣中已经想不过来了。哦，听到了吗？这才叫做上品诗，绝好的佳作。而你们那些是什么东西？呸！五姓俊杰居然输得这么惨啊，根本没法比啊！上来就是4首录入圣公文榜的佳作，他没吹牛。哎，对呀，这后面还怎么比吗？这我宣布，李潇此题取得头筹。3位文盲还要比吗？3位文盲还要比吗？崔兄，此人风头正盛，咱们可暂避锋芒，以后还有机会啊！你给我等着！走！陛下，请您宣布结果。这就完了？就一场？这是初试，又不是殿试，所以流程很简单。难怪。朕宣布，今日文试，李潇夺魁。哎，陛下圣明，我是不是可以不被流放了呀？自然，朕金口玉言。多谢陛下。李潇随着朕入宫？我怎么去啊？定位都没有，有没有导航？哎，难道陛下真的要恢复与他的婚约？这可不行！好不容易整垮镇国公府，绝对不能让他成为皇后。震惊！三叔，陛下难道真的？不知道，但是皇夫必须是我们5姓期望的人。那李潇已经安排好了，按照我世家的路，只有一个下场。遵守英命。
什么东西？好软。还有吗？有点香。陛下恕罪。恕罪？什么罪？是你写吟诗羞辱朕的罪吗？还是一直以来欺骗朕的罪？不是，这事不是翻篇了吗？那你欺骗朕的事情呢？啊，臣何时欺骗陛下？还敢狡辩？收啊，把他阉了。是。等，陛下，你至少让我死个明白。好，朕就让你死个明白。说，你明明之前就有大才，为何不肯告诉朕？原来是这个呀，总不能说我是穿越的吧？哦，不是这样的，陛下。臣被抄家罢爵之后，就大起大落，幡然醒悟，以前确实是个纨绔。真的？真的。撒谎！真严重。子越，诚意待人。我操，真严重！陛下，大事不好啦！何事如此惊慌？崔相、王相、萧相等人携百官寇阙，逼陛下立皇父。逼婚？他们哪里是逼朕纳王府，分明是想让武姓子弟入宫，李代桃僵，另类篡位，这都要怪你。冤枉！这和臣有什么关系啊？若非你此前太过纨绔，朕又岂会与你退婚？现在又怎会被逼婚？我也不敢娶你啊！你这，陛下，百官寇阙，姿势体大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朕已有对策。陛下有对策？自然。陛下，您看我干嘛？李潇，你可有话要对朕说？有。陛下，臣闻是夺魁，这流放之罪是否可以免了？自然。还有吗？臣的爵位是否可以还给我呀？不行。还有吗？这爵位没了就没了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什么约不约的咒语可不可以教我？就这些。不然还有什么？滚！这样的人能让圣中四省捆绑流民，活脱脱一个市井流氓。走，去见见这群老匹夫。哎呀，这女帝真暴力啊！一巴掌又给我扇回来了。文道真言。原来这些就是那些家伙变来变去的奥秘呀！言出法随，有嘴就行。子曰：“咫尺天涯。”哟，子曰：“嘿，子曰，子曰，哈哈哈！以后咱也是可以瞬间移动的人了。”哦，对了，好像还有。子曰：“一直抱怨。”哎，哇！我这还没使用全力，就这么厉害！哎呀，果然这个世界靠的就是文学，这里所有人的文学水平都很低。还好我以前学文学的，孔乙己的长衫还是不能脱呀。那我现在岂不是无敌了？此情此景，
应该吟诗一首：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陛下，既然陛下已经决定在元夕节召开选夫大典，那臣等也就放心了。届时，我5姓齐望必将最杰出的弟子送上，供陛下挑选。皇上就这么有信心，5姓子弟能胜出？陛下之夫须文采飞扬，而天下文华舍我5姓者其谁？那朕就等着了。臣等告退。 5姓齐望，当真可恶！圣中四响，又是何人所引起？不好！空圣真言怎会自己飞走？追！吟诗以后，这修为蹭蹭的往上涨啊！要不再吟几首？什么东西啊？冷雨，哪个不道德的乱扔东西啊？一看就没人要，我也不要。哎呦！陛下，你这突然出现，怪吓人的。朕没时间跟你废话。你可曾看到孔圣真言？孔圣真言那是什么？这是初代圣人的真言，更是大夏的圣物，大夏的基础。圣物应该在圣宫呀，我的镇国公府刚被抄家，怎么会有圣物呢？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孔圣真言，他怎么能拿在手里？真没有道德！走你！住手！陛下，怎么了？知道你刚才丢的是什么吗？不就是一本破书吗？怎么又来了？住手！这是孔圣真言啊！这不就是一本破书吗？我家店主讲的书都比这个新呢，怎么是孔圣真言啊？陛下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朕是大儒，怎么可能搞错？反倒是你，刚才圣钟又响了，然后孔圣真言就飞到你这儿。朕很好奇，你刚才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没做什么，我就吟诗了一首。什么诗？哦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，犹能补却苍冥水。时人见我横书调，闻于大言皆冷笑。宣父犹能为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。天子立贤，四品大贤。四品大贤，如此大气磅礴的事，难怪圣钟会响。恐怕文榜也已录入。李潇，你果真大才。多谢陛下夸奖。随便念诗也能讲，我靠，我果然是天选之子。哎，陛下，这圣钟响了，跟孔圣真言有什么关系啊？看来他还不知道啊。陛下，要告诉他吗？不必说得太明白。圣物带有圣性，可能被你身上的某种特质吸引来到你的身边。特质？李潇，你可知1000年前最后一位文圣的预言？没听过。以往天下每隔500年就会有一位文圣诞生，但自王圣之后，已有1000年没有出现过文圣了。那这和预言有什么关系啊？王圣死前曾预言1000年无圣，如今已应验。第二个预言是1000年后女帝主政，也应验了。第三个，这一世将会出现一位绝世文圣。第四个，这位文圣将会是朕的夫婿。4个对联，还挺准确的。不过这种事儿说不好，
也不能全信啊，陛下。你不信？这算命的还说我有贵人，如今还不是让人抄家了？那你可知预言中对新圣人的描述吗？什么？诸圣齐名，圣物相随。圣物你就留着吧，但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还有3日后记得来参加元夕大会。哎，陛下别着急走啊，话还没说完呢。怎么又说一半留一半啊？这真的是圣物吗？看着也没什么吧。谁？子曰：闻枪射箭。子曰：君子无惧。刺杀？何方宵小，滚出来！四品大贤，情报有误。别啰嗦，直接杀了他！堂堂大儒还当刺客，真给读书人丢脸。陛下，要怪就只能怪你命不好。别想着会有人来救你，我等已再次设下结界，镇国公府方圆3里内没人能查探到。准备的够齐全的，你们怎么就确定能杀得了我？四品大贤确实极少，但我们3个也都是大贤，难道我们3个杀不掉你一个吗？子曰：君子不重，则不威。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令。礼与其奢也，宁俭。哟呵，3个打1个，我倒要看看3位大贤的水平如何。子曰：君子不器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动！绝品诗加成，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不好，又是绝品诗！他哪来那么多绝品诗？不知虚夜谁裁出，2月春风似剪刀。又来！快把大儒真言拿出来！大儒真言！绝品诗又如何？我有大儒真言，你绝对不是大儒的对手，除非你也有。嘿，我还真有。大儒真言，镇杀！子曰：君子不器。你们行不行啊？口是真言，你怎么能拿得起圣物？不对，圣物相随，我是预言。你是当代圣人？什么？这我生预言又应验了，快走！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绝品结界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绝品诗啊？这就是当代文圣吗？文圣饶命，饶命啊！感石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饶命啊！饶命！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可惜了，3位大贤。呸！下贱！李笑，我刚才感觉到一股浩然正气的杀气，你没事吧？3个毛贼而已。3位大贤，你杀的？当然。李笑，你真的变了。怎么感觉突然降温了呢？你一个大男人还这么怕冷，身子可够虚的。切，你穿这么多，你当然不怕冷了。早知道我就披个貂皮大衣过来。行了，身为儒士，你不知道可以用浩然正气御寒吗？浩然正气还能御寒？子曰：君子坦荡荡。哎呦，真的不冷了。哎呀，跟南方老表一样，御寒全靠一身正气呀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走吧，陛下还等着呢。这大过节的，干嘛那么着急啊？过节？谁跟你说要过节？这元夕年不就是节吗？不过节干嘛呀？
陛下今日在选夫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陛下选夫？你要去哪儿？看孙悟空，咫尺天涯，呀，怎么不管用了？陛下早就知道你要逃，特意让我来抓你，你就放弃吧。就你那4品大贤的实力，是逃不掉的。南宫将军是6品武将，文道鸿儒，跟陛下一样文武双修，你就省省吧。全是大能啊，造孽呀！南宫将军，我想上个茅房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陪你。我还没看过男人上茅房是什么样的。您这爱好还挺别致啊。那个我不上了，我憋着吧，咱进去吧。去哪儿？这边。哼，李潇，你还敢来？李潇，你还敢来？哟，这不3大文王吗？你们能来，我为何不能来？休得放肆！不过是侥幸赢了我一回，有什么可狂的？哼，问题就是我赢了呀！论文采，你们就是不如我。就凭你，也敢与我世家比，当真可笑啊！你又是谁？清河崔氏，上届状元郎，5品鸿儒，也是崔燕的表兄。哦，区区纨绔也敢与我世家争锋，不自量力！没错，天下文才共一担，我武望7族独占9斗，剩下1斗，天下人共分。小子这么狂？哼，错，天下文才共1担，某李潇2担，我姓期望，道歉1担。你狂妄！今日元夕大会分多重，某家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过得了第1关。参加个大会还得过关，这次大会非同凡响，有好几道关卡要过。李潇，陛下可是说了，你要是过不去啊，就把你给阉了。安静！老夫卢文峰负责大会的第1轮评判，时辰已到，可以开始了。居然是卢相，他也是大儒，这关不简单呐。姓卢，该不会……范阳卢氏大儒，中书侍郎，也就是副相。又是无姓期望，宰相怎么这么多？在任的就有7个，算上退休的，翻倍。Damn， 这么多！大会第1关以自身为题作诗，时辰已炷香。我先来。清河崔家好有名，祖上出过好多官，藏书多到房梁上，皇帝夸我整3天。哈哈哈，崔燕，我说的没错，你他娘的就是个文盲！你写的什么狗屁玩意儿？你听我来说。燕池曾淹9品官，笔锋下导4门学。若问经论何足道？祖宗姓字是归章。大气，真好。这个听着还行。秀，你就这还状元？妈呀，写什么垃圾！哎，这个世界的人呐，果然都不会写诗啊。卢相，难道您就任由李潇羞辱我等？来人，将李潇逐出皇宫。等等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当然要说。陛下让我来参加大会，卢相恐怕没有资格驱逐我吧？你拿陛下压我？呵呵呵，好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念出你的诗，给本相品鉴一番。不好，他是裁判，要是铁了心不想让你过去，你怎么也过不去。大儒这么无耻啊！他是大儒，也是世家之人。哦，明白了。速速将你的诗念来，让本官和列位看看，京城有名的大文库能做出何等佳作。不管你写的有多好，只要卢相否决，那都是垃圾。
那卢相听好了，昔日龌龊不足夸，今朝放荡思无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他真是好事。没错，这小子一直在藏拙呀。他真是顽固，不行，不能放他进去，否则陛下有理由不选5星弟子了。下品不得入内。李潇，听到了吗？下品。无耻！赵将军，莫非你在质疑本相的眼光？哎，不是质疑，是肯定。你的眼光啊，确实不行。大胆李潇，竟敢羞辱当朝宰相，这可是重罪。来人，给本官就这个。圣中又为他而想，往圣预言正在逐步应验。李潇，你真的会成为这一世的圣人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子曰：“亲子当成。”吴相，圣中3想，诸圣已经认可，看来您的眼光确实太差。吴相，论修为我不如，但论文采，你他娘屁都不是。卢相，没事吧？萧，怎么回事？你竟把卢相气到吐血，你割胆何罪？我只是实话实说呀。他身为大儒，谁知道他度量这么小，怎么当大儒的？不好，好人正气正在消散，卢相修为降低了。这是道心受损所导致的修为降低。李潇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，让一位大儒道心受损？这恐怕连7品文宗都办不到了。哎呀，我胡扯的，谁知道真当不了大儒了？哎，走吧，哎，快点！哇，嚯，望乡楼！李潇，你惹大事了！哎，怎么了？卢相气急攻心，被你一句话轰破了道心。他现在的修为跌到了5品红儒的修为。范阳卢氏就1位大儒，现在没了，他们要找你拼命了。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这卢相的肚量怎么比甄家还小？这怎么做宰相？宰相并非凭才能选的。我懂，5姓世家轮流做宰相吗？陛下有陛下的苦。行，知道了。来，继续下一关吧。萧，你把范阳卢氏彻底得罪死了，就等着承受范阳卢氏的怒火吧。哎呦，我好怕呀！门路之上，何人宣法？拜见王相。姓王？太原王氏大儒，副相。全他妈是世下大儒当才来，这是一点活路都不给寒门弟子啊！王相，李潇的方才。本相已知晓。李潇，你可知罪？王相，某何罪之有啊？辱骂当朝的宰相，此罪1；使其修行倒退，帝国失去了1位大儒，此罪2。你还敢在这狡辩不成吗？这身为大儒，公然作弊，为难于为难不成，恼羞成怒，致使道心破碎，这关我屁事儿！还在狡辩！王相，圣中一幸，难道王相觉得自己比圣贤还要强吗？王相，你要想定我的罪啊，不如想想怎么在下一关把我筛选掉了，这样比较实际。该死啊！圣中怎么老是为他而想？好，那本相要看看啊。这道题你如何破解？望江楼，望江楼上望江流，江楼千古，江流千古，这不是王圣一对吗？没错，这道题的题目就是对出下联。我先来。看什么？看神马？看什么？在看神马？什么没有？神马没有。对，在下也来献丑。吃饭馆
吃晚饭，吃饭馆里吃晚饭，饭馆一会儿，饭碗一会儿。高，他们对的也没问题，你孝顺。这叫没问题啊，这叫对的好呀。这能对上便已经是大才了。此队只有几位文宗对过，还没有等到什么优秀的下联。差点忘了，这世界的人文采极低。好，崔烨、崔玲、王子庆、萧瑞成，过来。谢王降下。李潇，你不会跟我说你对不出来吧？谁知道，万一他只会写诗呢？一群文盲，接下来听好了我的下联：映月景，映月影，映月景中映月影，月景万年，月影万年。这干嘛？这可是最好的下联了。算了，再来几个吧。赛诗台，赛诗才，赛诗台上，赛诗才，诗台绝世，诗才绝世。听雨阁，听雨落，听雨阁中听雨落，雨阁三更，雨落三更。观海亭，观海涛，观海亭中观海涛，海亭一心，海涛一心。哦哟，你们快看，这是什么？文榜，皇上认可了。皇上，某可算过了。这小子有点邪门啊！那老夫还不让你过呢！嘿，你这，王下小心！好，这个。小心，皇上遗留的浩然正气。子曰：“君子无惧。”王相，不好，浩然正气受损，可能导致修为降低。又废了一个大儒。李潇，你，哎，这可不关我事儿，你休想讹我。这是王胜一队中的浩然正气伤了他。哎，师姐，走吧，南宫将军，不然这老头起来又讹我们了。王相！哎呀，终于进来了，没想到参加个大会还得过个关。哎呀，这里人也挺多呀。那是自然，有些人不用过关也能过啊，还有保送。这是真的。这小子竟然废了2位大儒，大儒都拦不住他，这小子什么怪物？三叔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小子怕是真有点才情。那又如何？王卢两家损失了2位大儒，你不会觉得他两家会善罢甘休吧？那必是不死不休啊！这文盲看我干什么？又想使坏。哼，李潇，你就等着王卢两家的报复吧。千山暮雪，你小好强的大气！你再小心！李潇受死！子曰：“君子坦荡荡。”卢相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陛下，李潇此子歹毒至极，竟然坏我卢氏大儒之道心，导致其境界跌落。大夏痛失一位大儒啊！不是1位，而是2位。我族弟文峰也跌落大儒境，请陛下诛杀李潇，以正视听。哎，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李潇还敢狡辩？这话说的，那卢副相说我的诗是下笔，结果盛钟响打了他的脸，他自己度量小，道心破碎，这关我什么事儿啊？而且大家伙都看着呢啊！确实如此呀。当时卢副相明显是在为难李潇，结果没想到盛钟却响了。是啊，这和李潇无关呐。听到没？你，那王元龄你怎么说？这就更不关我的事儿了。那是王胜一队中残留的浩然正气伤了他，你可别想讹我。王胜怎会伤我大儒？这是你搞的鬼！可能是王胜看他不顺眼吧。再说了，某是一介纨绔，要是能废了大儒，我还能至于被抄家吗？你，哼！请陛下明察，为我王氏做主。
够了！你们当朕是傻子吗？既然你们要查，朕就将此事交给刑部尚书魏明征调查，如何？魏明征，这人很厉害吗？魏明征修的是文法之道，此人刚正不阿，主持刑部才3年，铡刀之下斩杀的大儒却有3位，陛下特赦，他都不尊。啊，这是狠人呐！陛下，此事在意，当下还是大塞有因呢。哎，别啊，崔相，还是查吧。这魏尚书要查出个什么来，那可怎么办呀？李兄，你不要过分！陛下，臣等同意崔相的意见，还是大会有期。也罢，王卢2位副相身受重伤，无法任职。帝国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，朕决议让白青莲担任中书舍人，暂时接任卢相的担子。好一招以退为进，陛下厉害！陛下，白雪氏年纪尚浅，怎能担当如此要职啊？所以朕说的是中书舍人，而不是中书侍郎。哎呦，还是让魏尚书查查吧。哎，说不定王卢2位副相就痊愈了呢。也可，然时不待吾。朕看还是让范相回京吧。范相，不可！陛下，臣等同意白雪氏入中书省。臣附议。范相身体不好，还是莫要劳烦他了。范相，宰相怎么那么多呀？那就开始吧。陛下，臣等定下的规则是无限制文斗，胜者为王。以诗词文章对决，方显我文士风采。请过关者上前。清河崔氏崔燕、崔玲、太原王氏黄崇简、范阳卢氏卢楚才，他们也来了。你认识啊？这2人修为接近大儒，被当作是家族未来的接班人培，未来必定顺心。大儒，那有点难搞啊。岂止是难搞，他们2人摆明了是要杀你，替家族大儒报仇，顺便铲除你这个竞争对手。哎，既然他们都想要杀我，哼，那就没什么好谈了。李潇，要是让我们姓期望的人赢，朕就把你阉了，再发配宁古塔。哎呀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只有大杀四方了。哎呦，这第一，某要的，不怕死的一起上，不怕死的一起上。狂妄！这是不将我等世家放在眼里。休得放肆！今日你必将削剑当场，因为我族大儒斗心。区区纨绔如此猖狂，今日必收你！吹什么牛逼呢？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，你们要报仇的就一起上，或许还有机会。放肆！我来见你。今日陛下招夫，某特此献诗一首。萧属死，火树银花映夜红，香车宝辇满街拥。人间盛世今何在？尽在吾皇一笑中。极品诗啊！李潇，你就等死吧！崔玲，不可小觑。不愧是状元。李潇，受死吧！文盲，巧了，某也有一词献于陛下。风萧降蜡，露溢红莲，灯饰光相射，桂华流瓦，仙云散。耿耿素娥欲下。出现了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他真有如此大才，
看来要动用底牌了。这王罗二人是要一起对战李潇不成？他们俩可都是天之骄子啊，居然同时对付一个人。动用圣物，尽快将其击杀。李潇，我承认你很不错，但都结束。亚圣真言笔，亚圣真言卷，亚圣真言笔，亚圣真言卷，无耻！你们这是作弊！居然动用了亚圣法器，确实有些不公平啊！这还怎么打？亚圣法器虽不是亚圣本尊，但其威力连大儒也难以抵挡。看来王卢两家是要杀了李潇报仇啊！可惜李潇浪子回头，才情千丈，今日怕是要死在擂台上了。丞相、王相，你们这样做，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魂斗并未规定不得使用圣器，一切都在规则之内啊。然也，李潇若是有圣物，也可动用吗？啊！孔圣真言也罢，既然在规则之内，那就用吧。亚圣法器，不知道跟孔圣真言比，哪个更厉害？李潇，你的死期到了，我要用你的命替卢相报仇。这是大儒级别的浩然正气，他们居然成了大儒，李潇如何应对？陛下怎么还没有反应？居然已成大儒，世家果然人才辈出，让朕惊讶。陛下过奖了，他们二人也是最近才突破大儒的，当不得陛下称赞。居然是大儒，看来得动用点底牌了。该结束了。元夕惊鸿，玉漏无声地阙开，星桥有客踏歌来，忽闻天上韶音动，不是惊鸿不入怀。元夕争辉，明月华灯两相催，人间天上尽光辉，此身若得凌云变，吾教星辰伴紫薇。孔圣真言只防不攻，我也要动真格。晴玉案，元夕，东风夜放，花千树。仅一句就让圣中三响，难道是这株他们家的？更吹落，星如雨，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，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六小，你们快看，又是文宝！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九响，上中九响，千古绝唱，这是只有圣人才有的文采呀！今日元夕，谨以此篇献给陛下。献给朕的，算他有点良心。陛下可否喜欢？还可以吧。哎呦，有违敬废，重简。我的儿啊！亚圣法器都被毁了，两大家族继承人也被打得一死一伤。这李潇还是个人吗？子曰：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。李潇，我要你为我而偿命！杀！李潇，我要你为我而偿命！杀！住手！哎，你们玩不起啊！仙人下凡了。君子立命，五品红儒。晋级了？他为什么这么简单就晋级了？
住手！真当朕不敢杀你们吗？陛下，他杀了我儿啊！你废了我做继承人！他们都拿着压胜法器了，这都打不过，那还不是他们自己不行？你够了！王相卢笑，此事李潇无错。若二位执意要动手，那朕倒是不介意与二位爱卿切磋一番。剑来！武道半圣，这女人居然已经跨入武道半圣境界，文道亚圣不出手，无人能止的。二位，此事作罢，另想办法。臣等领命。这女人太猛了吧！文道大儒也就算了，武道居然有半圣境界，难怪能稳坐皇位。二位爱卿果真明事理。哼！既然比试结果已出，李潇胜出，那皇夫之位不可！陛下，李潇先前声名狼藉，陛下都退过他的婚，怎可再任皇夫啊？老东西，总算做了件人事啊！正好我也不想当皇夫。一直以来，都是朱爱卿催促朕选夫，甚至不惜带百官扣缺。如今已经选到了人，怎么朱爱卿又不同意了呢？莫非朱爱卿是在耍朕不成？臣等不敢呢。那是为何？陛下，非臣等不愿，实在这李潇此前太过顽固，臣等希望能够考验他一二。也好，这就答应了。朱爱卿都是朕的肱骨之臣，为朕考虑，朕甚是欣慰。但今日选夫之事已昭告天下，如若反悔，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，又伤了李潇这等才子的心呢？陛下以为如何呀？朕想给李潇一些补偿，慰藉英才。也好啊。补偿？不是陛下。闭嘴！这女人到底想干嘛？陛下，如何补偿最好啊？朕决定让李潇入门下省，担任门下侍郎。朱爱卿以为如何？那不是卢大儒的职位吗？是啊，难道陛下真的要让李潇代替卢大儒的位置？中计了，这才是陛下的目的。陛下，李潇并无经验，如何能担当副相一职啊？也对，是朕梦了。那就文阁大学士兼门下给事中，职级高配4品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又中计了，这才是他真实目的。钟爱卿，难道还有异议？臣等遵旨。既如此，那就散了吧。李潇，随朕来。这女人找我，肯定没好事。李潇，我定要你偿命！陛下，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呀？李潇，你是不是想恢复镇国公的爵位？是，这我确实说过。文不受爵，武不乱政。你现在是文人，想要恢复武爵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自废修为。那还是算了吧。不过陛下，您为什么封我为文阁大学士呀？朕还以为你会问为何让你去门下省。这个简单，门下侍郎王元龄刚被废，没有3年5载，他是好不了了。这剩下4个给事中，我最大，那我就是门下省的副官了，帮陛下稳住门下省。没想到你竟然看出来了。那是自然。这3省6部啊，全是世家子弟，陛下想要掺沙子进去，不是1天2天了，只不过没有机会。而现在王卢两家忽然废了2个大儒，陛下正好抓住此机会。然也，你果真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你也和女频小说里的女帝不太一样啊，满脑子权谋啊。但有一点，你想错了，朕是想让你帮朕掌控门下省。掌控？臣敢问陛下，这门下省的长官是谁啊？
卢思业就是卢楚才的父亲。哎呦，陛下，臣可是刚杀了他儿子呀，有点不妙。镜头上司和我有血海深仇。无妨，朕相信你，自会应的。陛下，我不相信我自己啊。别哀嚎了，你现在与世家是死敌，只能与朕站在一边。这也是陛下的计划？不，朕以前从未想过，你这纨绔还能帮到朕。陛下伤人的话就不必说了。陛下，你召我们来顺宫，所为何事？范氏，神我带来了。范相，这股浩然正气，文宗。你是李潇吧？老夫范希文。哎，这名字好耳熟啊！哎，老头，我们见过吗？说话客气点。这位是范相，先帝在任时就是首辅大臣，在文坛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。义父当年还欠他一条命呢。范相莫怪，他就是这般纨绔。无妨无妨，老夫已经离开相位多年，听说京都出了一位文道奇才，特来观之。没曾想此人竟然是你啊！哎，这话味儿好熟悉啊！闭嘴！一日之间4位大儒尽折你手，果真是个好男儿。哎，过奖过奖。算了，还是说正事吧。哎，什么事儿？李潇，你刚刚不是问朕为何让你入文阁担任大学士一职？哎，是啊，陛下，还没告诉我做什么呢。文阁统领天下文人，大夏以文为尊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天下文人我最大？意味着你要为天下文道做出贡献。贡献？这能做啥贡献？手把手教也教不过来啊。孔圣教化世人之后，天下文道日渐兴盛，但是读书何其难呐！如今大半学子都出自于世家，寒门学子难有出头之日啊。朕不介意世家大族昌盛，但寒门子弟是大多数，朕不求让他们个个成才，朕只希望能给他们个机会，直达天宫。这社会规律、权力都是流向有资源的少数人，这很正常。你说这道理可有破局之道？这事儿有点难啊，时间估计有点久。快说来。这就是义务教育，改革教材，降低门槛。义务教育，请小友详细说说。这义务教育呢，就朝廷呢出一笔钱，让我们的底层人民也能读点书，识几个字。大夏几亿寒门弟子，说不定就能出几个人才呢。朝廷出钱，这恐怕有点难。况且这钱也不一定能到百姓手里。徐徐图之，先试点，再慢慢扩大。继续说。接下来就是降低门槛了。这个呢就有点难。大夏呢有几亿的文字，一个一个记太麻烦了，而且乡下的人学完以后又回去种几年地，估计啊回来又全部还给老师了。这个朕知道，朕要方法。简单，搞个拼音出来。要是你们够强势，甚至啊可以做简体字。拼音？简体字。拼音和简体字会大大降低学习门槛，扫盲必备。简体字朕倒是能理解，可这拼音为何物啊？子曰：“以物化形。”就是这个了。来，跟我一起念啊！不啊哦啊我一无余，知不是知识。你明白了吗？不明白啊？我知道，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有点难。不过呢，咱们，还是师姐好，严肃点。大
样真是绝妙啊！男男公公，七七了一离，这就学会了？哎，这真是瑰宝啊！有了这张表，学习门槛大大降低了，全国的寒门再也不用苦记字音了。李潇，只要你能献出此法，我家的东西要什么都给你，要命也给你。哎，不至于，范相，你要的话就直接拿去吧，随便用，谁用都可以。当真？自然。多谢赐法。哎，别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君子立德，君子立功，君子立言。浩然正气在升华，只差一步就成大儒了。看来朱胜也看准此法，此法可大行天下了。我去，我感觉我又变厉害了。哎，你可知君子9立？略知一二。君子立身、立命、立行、立业、立志、立功、立德、立心、立言，其中立功、立德、立言最难。若能同时触及这3项，很快就能到达圣贤领域。方才你创法并无私献出，同时触及这3项，自身修为才有所增长。懂了。你创建拼音方法，如果真能教化世人，那时候你就是亚圣了。还能这样玩啊？这可不是玩。自祖龙一统天下来，统一度量衡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功高盖世，但他唯独没有完成另一项。什么事儿？言同音。若本朝能完成，不光是你，但凡参与此事之人，皆大功。只是什么？世家可能会出手阻挠此事，毕竟寒门若是崛起，势必会影响他们的位置。这个简单。简单？愿闻其详。以立诱之，天下文人没有不想立功立名的，凡是参与者皆可以快速提升修为。咱们就把这个方法放出去，告诉天下文人，教一个就可以完成一项立命。我就不信这世家子弟能躲得住。善，大善。这样一来，别说是寒门子弟，就算是世家弟子，也很难经得住这立功的诱惑。李潇，你切实可。哎，多谢陛下。既如此，那就从你开始吧。哎，为何从我开始啊？你是文阁大学士，本就有教化天下文人之责，你不干谁干？这合着把我自己坑进去了。莫急，老夫会鼎力相助。年轻人，你的路很长，就交给老夫吧。子规，又一个大叔。参见陛下。父亲，唤我何事？方才跟你说的话明白吗？明白。李公子大才，范某佩服。哎呦，过奖。以后这事就由我来主办吧。也好。小子，你的路还很长。走吧。李潇，这拼音法是你提出的，可这主导权却被范相拿走，你可愿朕不恭？不愿。哦，这可是个立功的好机会啊！确实能立功，但也是掉脑袋的事儿。世家不可能不作为。范相这次之所以出手，就是吸引火力，如此一来，臣也安全了。臣还得万分感谢。没想到你能明白范相的良苦用心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范相很看好你。哎呦，臣还有点受宠若惊呢。只是臣还有一事想问，范相已是文宗，难道还怕一个世家？有些事你不太明白，世家的底蕴很深，文宗也无法撼动世家根基。这世家该不会有亚圣吧？师姐，我到了。
你可以回去了。今晚我住这儿啊？什么？现在你跟世家结下死仇，上次的杀手也是他们派来的，我得留下来保护你。我觉得不需要人保护吧。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没有，师姐武功盖世，我怎么可能瞧不起你呢？那，你写首诗来夸一下我。啊？声律启蒙，这是什么？范相既然为了搭这个桥，那我就得准备好，不能光是拼音法，那可不够。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日下对天中。此文大闪，通俗易懂，若是我儿时也能有这样的文章启蒙，想必现在也能成大儒了。那是自然，这可是上好的启蒙教材。我给你设置的保护阵破了，有什么东西闯进来？等等，并无杀气。孟胜真言笔，李胜乾坤袋，他们不是在圣宫吗？怎么会自己跑过来？圣物相随，王胜预言。陛下也跟我说过王胜预言，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？看来陛下没有将此事告诉李潇。没什么，只是这些圣物比较特殊，你切记莫要让人发现。可是我就有个疑虑，这些圣物为什么找上我呀？难道因为我长得帅？千年一出的圣人不能是这个德行吗？预言不会有假吧？哎，师姐，这玩意儿怎么用啊？孟胜真言笔是可以用来增加浩然正气，李胜乾坤袋自有一方世界，不过具体怎么使用我也不知道。是吗？那让我来试试啊。子曰：“须臾，纳介子。”哎呦，这玩意儿还能把人收进去呢！李潇，快放我出去！哦，好，放！完了，知道怎么把人收进去，不知道怎么放。陛下，事情就是这样。现在2件圣物都在李潇手上，如此最好。陛下，王胜预言真的准确吗？那个混蛋，他拿到乾坤袋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我收进去。他还拿孟胜真言笔画了一只王八，拿孔圣真言垫桌子。千年一出的圣人，上天怎么就给了这样一个憨货呀？陛下，无需着急，老夫觉得这并无不可。范相，你看他这样，哪有一点圣人的样子？我们都不是圣人，并不知道圣人的样子。其实这可能就是真正的圣人呐。可朕不想要一个憨货呀！现在就看皇圣神念会不会有反应的。王圣神念，传说文圣逝世的时候，都在圣宫留下一道神念，留给下一代文圣成长的时候出现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原来如此。哟，范相，师姐，陛下都在呢。听红袖说，你又写了一篇启蒙教材，拿给朕看看。哦，声律启蒙，确实是启蒙佳作，难怪左翼圣主又想了一次。如此一来，天下寒门又多了一道利器呀。那当然，3岁小孩学了声律启蒙做出来的诗，不比4品大邪差。如此一来，相信很快就能有收获了。三叔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惊慌？你先看看这个吧。声律启蒙，拼音法。你可知何人在背后推动此事？是李潇，利用文革造就文士传法。又是李潇，此子
是我世家的心腹大患，某必杀之。不，是范丞相，范希文。数十年前就差点让他成功，这一次绝不能给他半点机会。崔兄，范希文已是文宗，我等不是他的对手。哼，文宗又如何？我崔氏也不是没有。也对，怎么能让这群穷鬼翻身呢？穷鬼要是认识的字多了，那就不好骗了。陛下，臣找您有点事儿。说。臣没钱了，想找您借点儿。还真是稀奇，居然会有人找朕这个皇帝借钱。镇国公府落败了，人得吃饭嘛。陛下，您看能不能？行，朕借你。哎呀，多谢陛下，臣告退。跟我皇帝还挺大方的。等等。哎呀，他不会要反悔吧？哎呀！根据密报，世家要开始出手阻挠新法传播了。哦，意料之中的事。陛下，您觉得他们会怎么做？明日中秋夜宴，世家主导的文盟将会开始批判新法，然后逼朕下令停止新法传播。中秋夜宴，届时会有众多大儒出现。如今范相不在，你是他们这次重点的批判对象，你有把握吗？这确实有点麻烦。如果你解决不了此事，那这钱我也不用借了，反正你也用不上。那怎么行？陛下，你就说要他们怎么死，留几个活口就行。这人挺多呀，人都没到齐呢，就有7、8个的。看来今天得放大招了。师弟，这是对自己没有信心？师姐放心，几个大儒而已，不在话下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某为文盟成员，自然有来。倒是你，没想到你今日竟然还敢来。哼，某有的是胆量，不像某些文盲。那某今日倒要看看你如何面对大儒的诘问。哼！走。参见陛下。诸位请起。今日中秋夜宴，不必如此拘束。谢陛下。陛下，今日我等文盟大儒齐聚，邀陛下前来，有一要事禀报。来了。崔相，且说来听听。陛下，近几月来，大夏文坛是混乱不堪，皆因有贼子传播邪法，意欲颠倒此前我文道教化之法。那依崔相看，朕该怎么做？禁止邪法传播，缉拿罪魁祸首李潇。诸位也这么认为？我等支持崔相，请陛下三思。看你妹啊！李潇，你怎么看？当不波不亮，理不辩不明。诸位说我的心法是邪法，那某愿与诸位论论道，不知诸位可否有胆量啊？放肆！在座诸位都是文坛名宿，你就是这么尊敬前辈的？哎，某只是想与诸位辩一辩，怎么在王相的嘴里就成了不尊重前辈呢？莫非诸位不敢？你新法即是邪法，这是公认的，
这有什么可辩解的吗？公认，不知是哪位公认的呀？是老夫。参见郑文宗。文宗，老夫见过陛下。是郑文宗否认了新法。陛下可以这么认为，我等遵循的是孔圣的教化之法，难不成你的新法还比圣人之法更好吗？拿圣人压我，老东西一针见血啊！郑文宗拿圣人压我，那某可就不客气了。那老夫倒想看看你是如何不客气的。既然诸位说我的新法祸乱苍生，那好，今日是中秋，某就以中秋为题，写一首词，以偏音为音，与诸位论道。水调歌头，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圣钟怎么响了？圣钟怎么响了？圣钟又响了！快看，上面有偏音之法。他为何有如此文采？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哎，你说这他用偏音之法写的词，竟然被圣钟给认可了，是不是就代表着圣人也认可了呢？这，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啊？静观其变。转诸葛，低起祸；赵无眠，不应有恨。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声中九响，千古绝唱，还有拼音注解。诸位，可还有疑问？好一个千古绝唱，好一个千里共婵娟，难怪他不怕，原来早有准备，只是此后中秋之词，怕是没人敢写。声中九响，只能证明你的诗词是很好，但不能证明你的拼音法就是对的。郑文宗，你难道觉得我只是单纯的写了一首千古绝唱吗？快看，是新榜，是文榜上拼音也录住了。是啊，这可是圣人写的呀。文榜是孔圣所创，文榜认可，是不是可以说孔圣认可？诸位可否还要否认新法？可能这文榜只是单纯的录入，但不能证明是成日新法。哎呀，老东西还嘴硬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今日某就以千古绝唱为引，施展真言咒，询问诸位是否表面上反对新法，却背地里偷偷的用新法教导子孙。你敢对老夫使用真言咒？住手！我乃大儒，你不能对我使真言咒！你子曰：君子当诚。君子当诚。君子无惧，决定能阻挡老夫是文宗。子曰，速速招来！此法甚妙，老夫即用此法教导子孙。之所以反对，是不想让底层百姓超越我等。老夫不曾也认可此法，已用此法教导子孙数月了。本相未用此法教育子孙，怎认可其效果？本相认可。郑文宗，你呢？老夫仍认此法，只是不想那些穷鬼翻身骑在世家头上，所以才反对新法的。原来他们都用了，那为什么还反对啊？
你傻呀！分明是有人不想让文道让太多人把握，这样的话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。可恶！就是啊，居然裹挟我的错，被骗了！嘿嘿，完了，这次丢脸丢大了。诸位表面上反对刑法，身体倒很诚实。诸位说我心法是邪法，那诸位修的可是邪修啊！哎呀，无道不孤啊！没想到诸位大儒名宿如此口是心非，朕也想知道，诸位读的都是些什么圣贤书啊？估计是盗版的圣贤书吧，学的还不如3岁小孩呢。至少人家小孩不会撒谎。李笑，你崔相怎么呢？想跟我学拼音法？可以啊，拜师啊！放肆！黄口小孩竟敢对老夫施展真言术！今日老夫就教教你怎么尊重前辈。子曰：“万箭穿心。”住手！妈的，老东西，你知道我怕你不成？师姐，帮我擂鼓。好。让进酒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，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飞白发，照如青丝，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衡阳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300杯。齐夫子，赵将军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亲耳听。师弟，干票！甚好。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愿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10千自欢谑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好一个千古绝唱！郑文宗，你这修为是买来的吧？啊，这论地位我不如你，但论人品，你他妈我呸！郑文宗，你怎么样了？坏了，他的道心崩溃了！天哪，修为直接废了，居然又废了一个文宗！为何这一幕感觉有点熟悉？确实，李潇，你闭嘴！没有人品的东西，别跟我说话，我怕被污染。老夫和你拼了！老夫和你拼了！够了！陛下，崔相，还嫌脸丢的不够？世家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好就是好嘛，反对你就反对呗，偏偏要偷着用。看来心法确实不错，某回家就换书，给小儿启蒙。这个郑文宗啊，晕了也好，兄这怕是比死了还要难受。史官估计会把此事记录下来。五星期望这一次啊，丢人丢死了。陛下，老臣只是……不必说了。世家觉得此法甚好，朕可以让李潇大方一点，让世家也可使用。可以啊，但我要世家弟子叫我爹。这是有趣啊！虽然他们不是某亲生。红袖，李潇醉了，把他送回家吧。是。起来，起来！走。摸不走，他们还没叫我爹呢。
如此一来，世家反倒是为仙法传播出了人力，范相那边压力也会小很多呀。李修，老夫与你势不两立。崔兄，这次五星期望丢脸丢大了，而且还助力了仙法传播。该死的小子，他从哪儿搞的那么多千古绝唱？既然如此，那便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做掉他了。本宗都不行，难道要？我崔氏有亚圣，如何杀他？白青莲是该到了嫁人的年龄了吧？大馒头，我靠！吵什么？师姐，昨晚你没对我做什么吧？我们能干什么？昨晚你睡得跟死猪似的，还唱什么大河向东流，什么天上的星星参北斗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怎么？你好像很嫌弃我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小时候我们睡一张床，你尿尿都是我给你把的呢，还整成不好意思了。他真是什么都敢说。没事没事，就长大了有点不习惯。有什么不行？就是李学士，青莲求见。他怎么来了？你等一会儿啊！冒昧来访，还请李公子勿怪。没有没有。红袖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昨晚就是这姑奶奶真是什么也敢说呀！没事没事，你继续说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3日后，某将举办比文招亲，还请李公子前来参加。啊？比文招亲？我能去干嘛？家族逼我嫁给世家子，我不愿，他们便以家母要挟，我只好妥协，只是要求了比文招亲。师弟，这忙你必须帮。行，我帮你。但之前说好了，我要赢了的话，你可别缠着我。多谢了。这人可真多啊！看来青莲剑仙的名头，让众多文士垂涎呢。可惜了，都是陪跑吧。陛下，我来参加招亲大会，你们来凑什么热闹呀？白青莲是朕好不容易选出的寒门大才，绝不能让世家抢了去。仙法传播还需要的，世家表面虽不会阻止，暗地里一定会使各种绊子。青莲是我的朋友，这忙我必须帮。我乐意。好吧，只要不被发现就行。放心，朕使用了伪装真眼，非文宗难以看破。好的。你们干嘛呀？不会要围殴我吧？李学士，听闻文宗前几日要阻止西法传播对付你，您没事吧？嗨，无妨，那人也道心破碎，跳梁小丑罢了。哎呀，如此甚好。李学士为推行新法殚精竭虑，世家这是急眼了呀！如此说来，我们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。范相和李学士在前，我们愿同行。某学士，一群土鸡瓦狗，区区启蒙之法，岂能与我世家大道相比？我劝你们，还省省心吧，免得自取其辱。既然心法不好，你们怎么还偷偷的用？你又当又立，那是谣言。得了吧你！我知道你是世家派来的探子，想要打压寒门崛起。某也知道世家很强，这一路会很艰难，阁下可听过一言。
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好，那我恭候你的成果。听崔玲的意思，世家必会有所动作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。接下来越来越艰难。世家肯定还会阻止刑法推行的。无妨，某今日有半阙词与诸位分享，洗耳恭听呐。是啊，还又有佳作了。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温度又亮了。好词啊，词的意境独到，只是可惜没有下半阙啊。我等不如李学士多矣呀。下半阙词。冷静冷静冷静，我还没有想好，等想好了一定告诉你。真的？真的真的。我靠，陛下最近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呀！白剑仙出来了！白剑仙出来了！白剑仙果然是此貌无双。若是能得此佳人，此生无憾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有世家子在，哪能轮到我们呢？又是世家，我恨他！欢迎诸位来参加余的招亲大会。余出身贫寒，喜爱文道，诸位皆是大夏的文道俊杰，若有文采，皆可一试。胜者，余愿嫁之。愿嫁之，这么好，看我干嘛呀？子曰：“白以尊心。”陛下，你干嘛？你艳福不浅呀，连白青莲都对你青睐有加。我是来帮忙的呀，陛下不是知道吗？谁知道你是不是想假戏真做？这女人咋的了呀？这女人，白剑仙，招亲有何流程？速速道来。崔氏，你备好聘礼。那崔兄的聘礼，怕是要白准备了。谁？某太原王氏王官职。是他，他不是死了吗？看来世家想要让他顶替父相的位置。你认识？王官职18岁就破入大儒境，被文坛誉为300年来天下第一。只是后来道心破损，然后就听王家的人说他死了，没想到还活着，还突破了文宗。这下王家是准备让他扛起这一代的大旗了。20岁的文宗，是王兄啊！看来在下今日必定会铩羽而归。居然是王官职，据说他18岁就突破大儒境，8年后居然是文宗，这还怎么比啊？白剑仙终究还是要嫁入世家了。难道真的躲不过了？白剑仙，某要了，谁不服，可上来一试。这人真嚣张，真想上去给他一拳。我帮你一把。啊？某李逍不服。你就是李逍？正是，某也看上白剑仙了，正好娶回家做婆娘。李逍，你大胆！陛下有意招你为妇，你还敢勾三搭四，不怕陛下责罚吗？有什么怕的呀？是你们世家不让陛下招我为婿，要怪就怪你们，让陛下错过我这么好的一个夫婿。你脸皮可真厚，牙尖嘴利，今日任你巧舌如簧，也逃不过王兄的镇压。王兄乃是文宗，文宗又如何？李逍是吧？我族弟王重典可是被你所废，表弟卢楚才可是被你所杀。没错，是我干的。好，我还是第一次见敢杀我世家嫡系传人的人，今日我必杀你。
替我至亲报仇，将你和你的心法一起埋葬。阻止心法的传播才是你的目的吧？是又如何？心法太过低端，与我世家大道根本没有可比性。就算那些寒门得以启蒙，在我世家面前依旧是蝼蚁。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，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。你的心法注定失败。注定失败？这世上没有什么是注定的。李啸，我看你浑身上下就只有一张嘴是硬的。王兄是文宗，你连大儒都不是，你拿什么跟他斗？王兄，杀了他吧！正有此意。子曰：岁寒而后知松柏之至也。摘星带子落棋局，副手翻为寂灭光。你不给我！是。李潇小心，这是文宗杀招。李潇，这局我看你怎么破。文宗嘛，有什么的？你方才说心法传播注定失败，某也知道这条路很难走，但是我会坚持下去。诸位，请听好，行路难。金樽清酒斗10千，玉盘珍馐值万钱。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心茫然。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。闲来垂钓碧溪上，忽复乘舟梦日边。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，今安在？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盛中八响，千古留名。这种事如何？君子立心，一步入大儒。寒门何其艰难，某当如此诗所言：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济沧海，变法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施以严行，善，大善。他的文采什么时候如此高了？哪怕是雅圣来了，也比不过他吧？但想让我认输，这点实力可不够。乾坤一役终归无，唯剑结辉漫天扬。亚圣真言，去！亚圣真言，亚圣真言啊，这个。李潇，这可是王氏专门为你准备的。为了杀李潇，准备的真充分。上次中秋夜宴过后，我等就再也没有想瞧过李潇。亚圣真言算个屁！还在嘴硬，看我杀了你！说是亚圣千里人，我或许也打不过，但就凭你，我打过的瘪三千万，你算厉害的？粗鄙！陛下，我们要不要？不必，看这家伙闲庭自若的样子，应该不用我们出声。这王官职接下来要倒霉了，现在就不知道能不能有惊喜。白青莲注定会臣服在世家脚下，你也注定成为世家的妻子，永远别想爬上来。是吗？石灰岩，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收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3叶亚圣真言，居然被你镇压了！老子的乾坤袋可是李胜法器，比亚圣真言不知道高级多少倍。姓王的，还有什么遗言吗？哼，我可是文宗，你不过才大儒，你凭什么觉得能杀了我？是吗？
那就来吧。登高，风急天高猿啸哀，主情杀百飞回，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无尽长江滚滚来。我兄，我兄，我兄怎么样？我兄，好诗，堪称七律绝唱。为何我现在听到圣钟响了都不惊讶了？习惯了。哎，你怎么就不行了？我才说了半句呢，怎么就倒下了你？还有半首呢。我兄，哎，算了，连我半首都扛不住，以后就叫你王半首吧。我兄怎么样？浩然正气消散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道心破死，不死也是废人一个。继承人接二连三被废，这下王家恐怕要吐血了。李潇，太原王氏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他们以前有放过我吗？你，哎，行了，抬下去，晦气。不知还有何人挑战我？随时可以上来。某都接了。李学士才学无双，我等远远不及，何谈挑战啊？李学士威武，恭贺李学士抱得美人归。幸会，某啊，只是运气好。等成婚之日，请大家喝酒。看他还挺高兴的，该不会是想假戏真做吧？要不要阉了他？总感觉胯下一凉呢。既然李公子胜出，那他就是鱼的夫婿了。恭喜二位，喜结连理。李公子，今日多谢你相助。不必客气，都自己人，互帮互助嘛。哎，不过我就有一个疑问，你已是大儒，而且有官位，马上就晋升副相，怎么会怕家里逼婚呢？这你知道的，我出身寒门，但是我父亲是二等世家。哎，你父母和离了？非也。那你爹是二品世家，按理来说，你和寒门八竿子打不着啊。其实，我连寒门都不如，因为我的母亲出身青楼。什么？不会吧？正因如此，白家一直以我为耻，直到我考上状元，他们才转变态度。但是他们一直对我与世家对抗一事强烈反对，因此才让我嫁与世家来缓和关系。李公子，你知道吗？世家并不是想要娶我，而是想要纳我为宠姬，连个小妾都不如。正是因为我出身低微，不必妄自菲薄，某有一闻。哎呦，无妨。还请白姑娘品鉴，某告辞。爱莲说：“余独爱莲之出于你而不忍，濯清涟而不妖。”原来李公子是这等品行高尚之人。君子立志，我为文宗。李公子，余定会助你对抗世家，虽九死不悔。指点状元的感觉真好。哎呀，陛下，您找我何事？今日招亲胜出，朕看你春光满面，甚是欣喜。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啊？陛下，这不是做戏吗？咱为了白姑娘不被世家的人抢去啊！做戏，朕看你甚是欣喜，怕不是想假戏真做？哎，冤枉啊，陛下，这不是您同意的吗？朕只同意你击败世家，没同意你和白青莲成亲。我们也没成亲啊！哎，不对，陛下，你怎么关心起我的成亲之事？该不会……朕只是
担忧镇国公后继无人罢了。哎，陛下这个不用担心，我现在已经是大儒了，娶妻很方便的，无数的美女都可以倒贴过来，生个10个8个的，不成问题。镇国公，不行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你不得成亲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朕是皇帝，你若是抗旨不遵，那就严。别！我不成亲了还不行吗？陛下怎么那么关心我的成亲之事啊？朕也不是不让你成亲，只是如今世家未除，还不能松懈。真是这样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今天那首诗下半首是什么？念给朕听听啊！陛下且听好：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果然好诗。陛下，是何人的信？白青莲，难道有什么急事？爱莲说：“你就这么喜欢白青莲？什么喜欢？不喜欢，你还写一首千古绝唱的诗篇给他。难怪刚才圣中又响了8下，原来是你！别，陛下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白姑娘她自卑于自己的出身，我才写首诗鼓励她，让她自信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朕也要一篇。我也要。随便你。这怎么有一种修罗场的感觉啊？行，嗨，某才华横溢，送你们几首诗不足挂齿，只是今天没有灵感，先欠着吧。欠着？不行。陛下有何指示？不如就以春江为题，先写一首诗吧。好吧。有了。春江花月夜，春江潮水连海平。海上明月共潮生，滟滟随波千万里。何处春江无月明？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不知江月待何人？但见长江送流水。陛下，圣中又响了9下，此诗已是千古绝唱。李潇当真是大才。是啊，李潇。人呢？哎呦，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一把剑，哎，好像在哪见过，感觉不到闻到气息，肯定不是圣物。走你！哎呀，不好，圣宫有异动，似乎是王上佩剑的气息。崔兄，王官职失败了。亚圣之言居然都奈何不了李潇，真是该死！那我等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新法传播的速度太快了，又简单易学，几乎让底层那帮穷鬼和我等世家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长此以往，肯定会有穷鬼会翻身呐！哼！门道当以世家独尊，连皇帝都不能反对。崔兄的意思是，只有请老祖出山，抹杀李潇和范希文。亚圣，是他们逼我的。这样的话，除非李潇那边有圣人出手，否则必死
疑。唉，这传道果然符合文道真言。我最近修为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呀！哎呀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一定能成为顶级大儒。哈，此情此景，应该吟诗一首：会稽渔父轻买臣，余亦辞家西入秦。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？哎，我师姐这罩子又破了，太没用了，没有杀气。是谁？哎呦，又是这把破剑！到底哪个缺德玩意儿乱扔东西啊？畜生！这是某家的佩剑。谁？是谁？出来！什么人？子曰，君子不器。这文道真言竟然没用了，我连废了。你连文聪都不是，想在某面前展现真言，当然是毫无用处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某王伯安。好熟悉的名字，你是王家人？哎，在你们那个时代，或许应该称我为阳明新圣。阳明新圣？哼哼，你是第8代圣人王伯安？然也。你不是死了1000年了吗？恕此无礼。某确实死了1000年，现在只剩一缕残念而已呀。圣人神起念。行了，小子，跪下吧。跪下？难道王圣要与我传法？我的天啊，滔天的富贵啊！哎呀，鄙人李潇叩见圣人。圣人有什么指示，您尽管吩咐，小的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小子可真没有底线。行了，别期待了，老子可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啊！什么都没有吗？那你让我下跪是？啊，某只想感受一下被后人崇拜的感觉。嘿，你个老头，你怎么没点圣人样？哎，你不也没有？我本来就不是圣人，我一介纨绔，没有圣人样，正常。哎，什么圣人不圣人的啊？哎，那王圣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我就想看看你，看看我。啊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。哎，陛下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朕收到消息，世家已经派出大能来杀你了，快跟朕走。哎呀，大家伙不都在吗？怕什么世家杀手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快走！晚了，他们已经来了。你是何人？方才老夫竟然没感觉到他的存在。哦，他是李潇、范希文，出来受死！是他，好强的浩然正气。范某见过前辈。哎，这范相都70多岁了，还叫他前辈，这到底是什么来历啊？清河崔氏，文道亚圣。亚圣，现在还有活着的亚圣？哎呦！一位亚圣，2位文宗，世家好大的进步。这就是亚圣吗？好强的压迫感！哎呀，完了！一个亚圣，2个文宗，这怎么打得过呀？用圣器行不行？哎，不行，你的修为太低，碰上文宗还行，面对亚圣，你还是歇吧。哎，王圣，哎，你可是圣人啊！参见陛下。崔圣进京，怎么不提前告知于朕？正好派人去迎接你。臣听闻陛下身边有奸人作祟，即来京城，请君侧耳。未能告知陛下，还望恕罪。
朕身边最大的奸人，不就是五星期望吗？放肆！陛下，莫说是你，就是先帝在世，也会与我以礼相待。你有点太傲气了，我劝陛下还是莫要插手。早些年，朕在武曹关面对双王时都未曾退却，今日又有何畏惧？崔氏有什么话，还是直说吧。一、停止推广声律启蒙和平音法；二、诛杀范希文、李峤。这是我武庆给陛下的机会。朕若是不答应呢？那就请陛下恕罪了。朕是武道半生，打架朕还没怕过。子曰：画地为牢。臣杀不了陛下，也不想杀陛下，但要困住陛下，还是有能力的。该死，是亚圣禁制，需要3炷香才能破开。哦哟，文道亚圣比武道半圣强这么多。强是强了点，不过没强多少，就是多了些方法而已。哎，王圣，你一定得帮我呀。某出手有限制，但是如果是你的话，应该可以。范小子，去年我将崔家嫡女嫁你，却铁了心来与世家作对，现在可曾后悔？范某绝不后悔。哼，顽固不明，子曰：庶子无礼，君子无惧。父亲，你没事吧？快，我挡住他。你才李潇，快走！今日除了陛下，谁都得死。好大的口气！我今天倒是要看看亚圣的实力如何。今日我倒要看看亚圣的实力如何。好胆，区大儒也敢叫板本圣？哼，一个亚圣还敢说是本圣？圣人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你为了一己私利而阻止新法传播，你们不过是想维持世家的地位罢了。我武姓期望乃是大夏文道中流砥柱，岂能由你诋毁？我呸！还中流砥柱？在我看来，你们还不如青楼的女子，人家至少是公开出来卖的，不像你们又当又立。辱骂亚圣，骂得好！少死！子曰：正道长存。嘿，我怕你！光向日，金鳞开，君子坦荡荡，去！谁？小子，诗不错，只可惜没有听到全部。还好用诗词维持王圣的法力，不然今天就完了。哎，前辈，到您了。你是何人？阻挠本圣办事？请和崔氏办事，奉劝道友莫要多管闲事。老祖，一并杀了吧！哼，好一个崔氏，真是够跋扈。哎，这也叫文道世家呀？看来你也是陛下身边的前人，今日一并除了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指鹿为马，你们就不怕被世人耻笑吗？天下文道话语权在我世家手中，是正是邪，我世家说了算。我说你是邪魔歪道，那你就是。某家拿着剑，诗词不要停。某家要跟死人论道。论道？某家要跟死人论道。论道？一介无名小辈，也配与本圣论道？祖祖报上名来，我本圣陛下不杀无名小卒。无名小卒？你奶奶个腿的！你个老瘪三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还圣人？你脑浆子摇匀了吗你？豆腐都有脑，就你没有。这是论道？行。既福有余天地，妙苍爱之一粟。子曰，虐你个头啊！蝙蝠穿心毛，你真以为你是个鸟啊你？子曰，虐什么了？虐什么了你？头点的跟那个鸡捣米一样。怎么着？你是给那个二郎神拜师了？我看你就是个狗嘚儿。老祖，我来助你。子曰，定。去你吧，小瘪三！滚一边去吧你！哎，庭长。前辈小心后面！子曰：天道无常。前辈，
天道无常，你还大肠包小肠呢你！这道压胜的绝杀，你怎么没事啊？武圣圣躯，居然是一名武圣，为何从未听闻？浩然正气，我嗅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。你他娘的，背后捅刀子的伎俩，你挺熟啊，就是有点绵软无力。你是跟你师母学的吧你？你他娘的背后捅刀子的伎俩，你挺熟啊，就是有点绵软无力。你是跟你师母学的吧你啊？拿来吧你！去你的！啊！我的陈延笔呀！你个老东西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老子揍过多少小瘪三，你是最上不了台面的。亚圣瘪三，你到底是谁？某王伯安。您不是要论道吗？怎么动起手来了？哎，某说的是武道，怎么武道不是道啊？武道还是道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文圣神奇念，你是王圣，学生参见王圣。王圣竟然真的是王圣！据说王圣生前是唯一一位文武双道都成的圣人。还是小女娃娃看得清楚。我年轻的时候被郑尼所陷害，八配岭南，那时我文道修为不高，只能持剑一路砍过去。参见王圣，晚辈错了。求王圣宽恕！哎，别！我还是想要看你刚才飞扬跋扈的样子。哎，不敢！你个老登，刚才不是跳得挺欢的吗？啊，你就是应了那句话“老而不死，是为贼”，说的就是你劲话哎。晚辈一定痛改前非，求王圣宽恕。罢了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老夫惜才，封你3年的修为，回去面壁吧。老夫惜才，封你3年的修为，回去面壁吧。子曰：阴阳不明。喂，这是修为被封，多谢王圣宽恕。滚吧！这。哎，还不快滚！是等着某家请你们吃饭啊？多谢王圣相助。不必客气。哎，王圣，你怎么就放他走了呢？不应该直接把他杀了吗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某家现在只是一丝残念，吓唬那些人，靠的还不是你的绝品石主力？哼，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只封他3年的修为？那还不是因为老子现在只能封他3年啊！再和他打下去，老子要吃瘪了！啊什么啊？哼！哎呀，你小子呀，等他们回过味儿来，第一个杀的就是你。你做好准备吧你！哎，王圣，你得帮我呀！哎，帮不了一点儿，自求多福啊！李潇，莫要为难王圣了，王圣已经帮我们够多了。哎，还是女娃娃懂事。哎，你娶这么一个老婆，你就偷着乐吧。什么老婆？没什么。啊，王圣，不知您神奇现世，可是有什么警示？哎，没什么。就是千年前料到后人必有一劫，所以留此一手。哎，没想到他娘还真管用。王圣真是神人呐！哎，别夸！刚才你们看到某家和那些人像流氓无赖一样在一起打架斗殴，你们一定在想，这个人绝逼不是什么圣人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是啊，没想到圣人也是这样。圣人也是人，你们千万不要被那些典籍里的记载所迷惑。正所谓君子论迹不论心。哎，那些繁文缛节不重要。皇上所言极是，是晚辈着相了。陛下，你听到了吗？以后就不要再说我纨绔龌龊了。王圣都说了，论迹不论心，我也是这样的。哎，小子，你还是省省吧。某家是圣人，说什么都是对的。还有那些大儒给某家辩经，就是你，嘿，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呀，你给某家辩经，你都不够格呀！靠，这说的也太直白了吧！行了，某家的时间也不多了，给你们留下一些指点吧。
这是某家毕生武学传承，你可参考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你就可以超越武圣的境界。还有你们，多谢王圣。王上，还有我呢？我怎么没有？哦，我不要武圣，我只要文道亚圣就行。嘿嘿。没有，文道需要一步一行，没有捷径。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忠告，坚守初心即可。那怎么才能成为文圣呢？明悟道心，每个圣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所以你的路要自己走，自己来。好了，小子，我感受到这世上不止一位亚圣，所以你这一生，你的路会很难走，你要自己多加小心。某家去了。你的剑！恭送王圣。陛下，正如王圣所说，现在世上还有很多亚圣吗？五姓七望基本都有亚圣存在，不然你以为范相为何不入朝堂？数十年前，范相就有意取消世家百官举荐之权，让文士科举成为主流。奈何世家亚圣出手，先帝不得不罢相，停止变法。怪不得范相出手，畏手畏脚的。原来世家有这么多亚圣啊！世家亚圣虽多，但老夫也没有输，起码保留了文士科举，给了寒门一条生路。只是朝廷的重臣之位多属于世家呀。范相不必太过自责，你做的已经够多了。老夫准备就去南法，因为那里是世家的薄弱地，推广新法可能压力较轻。也好。范相准备何时去？今晚动身。行，那我送你一首诗，为您饯行。好，且迎来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好事呀！好一个天下谁人不识君呀！临行之际得此好诗，大善也，某去也。希望范相一切顺利。陛下，咱们也该干正事儿。是该干点事了。陛下，您这什么眼神啊？欠我的诗你还没还我呢。什么诗啊？不如就做一首催妆诗吧。催妆诗？